我怎么介绍您两位？你是说妮娜还是说张宁远还是？对，你就说妮娜。妮娜是青语合唱团的团长、理事长。等一会儿我给你。理事长，曾经是团长。创团团长，然后现在是理事长。多半时间是他当团长。对，但是我们创团团长，然后现在是理事长，然后又是大型音乐作品的制作人。你看看这儿。后面就不用说了，关于那个社区的那些事主要就是那我就说青语合唱团创团的团长以及现在的理事长，现任理事长，对，现任理事长，或者然后美国硅谷合唱艺术联盟的主席也可以说，也可以说，但是那个是我们做大型活动的时候把那个牌子打出去，因为你一说一个合唱团，有的时候人家认为好像还不够劲儿，特别是你这个又是交响乐，又是什么 professional singer， 又是什么大型的清唱剧，它就需要一个，因为每次都是制作都是很大，是，所以需要一个大点的头衔。硅谷合唱艺术联盟主席。那过客，我们就用您的笔名过客。对，很好，对，很好。这位你就是叫过客，他应该说是一个几部大型退休工程师。退休工程师，退休工程师。耶鲁北大的硕士，耶鲁的博士，曾经是当然曾经在就是在湾区做工程师的嘛，但是呢又是业余喜欢这个文学创作，做了4部原创的清唱剧的歌词，写了。是不是那么喜欢也不知道，没关系。能做出来就肯定是喜欢，要不然肯定是喜欢。你费那么多劲儿，到现在还在那儿吭哧。我们今年不是要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吗？他还在那吭哧的。你们去金色大厅是要准备就演我们的联络演出是吧？不是去度假。不是去联络演出去了，对，我们去联络演出去了。这样，我们去见那个交响乐团，和去大概了解一下，就去看一下金丝大厅的场地，然后去想是联系合唱团，但是没有联系上合唱团。我们想联系当地的 professional 的澳国的 professional 的合唱团和我们一起演唱，因为我们的补天在美国的首演就是跟那个圣何塞 Symphony 是和他们合作，在加州大剧院2场然后是他们的合唱团，就是 Symphony Silicon Valley，他们过去叫 Symphony Silicon Valley， 这2年改成叫 Symphony 圣何塞，他们是美国很老的一个交响乐团。所以你们是两边合唱团的人员？我们一半中国人，一半美国人。他们美国人都唱中文，这也是很少见的。但是我们事先给他标上音了。我们上柴可夫斯基音乐大厅，跟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国家合唱团也是老俄都唱中文。他们是人比我们还多呀，而且比我们还多，嗓子比我们好多了。人家国家合唱团的嗓子好多啊，对他们中文唱的也很准。是吗？他们是那这是谁教的呢？没有，他当地原来有一个左贞观的一个上海去的音乐家，在俄国的国家广播合唱团的指挥。不是，他是俄罗斯爱乐合唱团团长。他是那实际上是广播合唱团，他那个爱乐合唱团是吗？那种合唱团，那不是合唱团啊，那他是交响乐团。交响乐团，他们那种团呢，通常就是有活才有活就组在一起，没活就散，没活就散，就是这样。那么这哥们儿给帮助在那边辅导他们，给他们讲这个什么意思，给他们中文怎么发音。还有一个原来的，他给我们找的国家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特别棒，特别棒。他们是国家交响乐团、国家合唱团，那当然水平，说句实话。那您觉得他们为什么愿意跟你们合作呢？就是说，你也听起来他们级别也很高，对吧？对。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就是我们青语合唱团吸引他们的地方是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作品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作品的作曲家都是中国最棒的。作曲家，而且他们是哪个派别？不是那种外国的那种，不是像那个谭盾那种比较西洋的交响乐，他们是比较注重中华文化的这种
这个自己的这种旋律啊，做自己的东西，就是这些作曲对对对，作曲者，所以他们跟我们合作，他们看了他的词儿以后都特别喜欢，而且他呢也在一个网站上去发表自己好多对中国音乐的看法，然后他们就觉得大家气味相投。所以他写的东西呢，他们都愿意。像包延凯是第一个是阿唐，第二个是包延凯，第三个是陈乐昌，第四个是黄安伦。黄安伦是在世界上也蛮有名的，他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他的岳飞歌剧岳飞。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在全世界演几百场的，都是。所以那个俄罗斯交响乐团，他们主要是看着黄安伦的这个他的作品的能力、作品的水平。再一个呢，他们愿意跟中国人合作。他们还有那个当年中苏之间那个中苏友谊的这种感觉，老交情，老交情。再一个，黄安伦跟其他作曲家很不一样，他这个在国际上名声呢很大。因为他原来是我的耶鲁同学，他是耶鲁音乐学院的，他在音乐学院，他是数学系的，我是数学系。那你们在学校有没有？是有来往啊，有来往啊。他因为我们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近，就是音乐学院和数学系离得很近，所以我们也一直是有来往的。那么后来多年没有这个联系嘛，就是在一个音乐什么论坛上的时候，我们俩又联系上了，又联系上了。这个老兄呢，他的音乐呢，实际在国际上挺有影响的。比如说他《卖火柴小女孩》，是几乎每年的这个圣诞节都有外国乐团、外国剧团演出的，就是外国芭蕾舞团演出的。你比如今年英国就演了呀。所以它是个芭蕾舞剧吗？芭蕾舞剧的音乐是他做的。写的《安徒生童话》，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而且大家都演嘛，所以他这个名声是比很多中国作曲家的名声要更大。所以他在国外也是享誉盛名。所以俄罗斯作曲家俄罗斯的这些乐团就 OK， 都愿意的。而且再一个中俄关系比较好，而且我们去的那年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所以有特殊的意义。对，我一会儿可以给你看看我们那个节目单，然后再加上。俄罗斯有大量的过去的俄罗斯驻中国的专家，他们的中文都好得不得了，他们给他们指导一点问题没有，而且俄罗斯也有很多中国的学生在那学习音乐，因为俄罗斯音乐、芭蕾舞都是很强的，是的，对，所以我们也得到，但是我们那个演出80%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特别喜欢，演完了以后不走啊，演完了就非要见着我，然后就说。什么 marvelous, wonderful, beautiful， 什么 super。他说我所会的，他说因为我不会俄语，他说我所会的所有英语的好词儿堆积起来，都不如你们的作品好，就这么说。然后俄罗斯的那个国家合唱团的那个指挥，他评价也特别高。他说我跟你们练了这个作品以后，我们要思考。说我们俄罗斯也有很多自己的东西，民族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像你们这么去写这个清唱剧。因为清唱剧它很多是唱嘛，它可以故事性很强，有很多故事在里面。因为你们有很多你们有名的人物啊、英雄啊，你们的重要的、你们的国家的历史上关节点呢，你都可以做嘛，是吧？对，他就觉得我们也应该思考，他都这么说。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作品在俄罗斯，哎呀。鼓掌就不停他们很懂这个作品，他们很懂，他们就是他们那里有一个，中国当年这是文化革命，那个人刚回俄国不久，他原来是中国俄罗斯专家，在中国专家局，就是帮助这个中国的这个外文台广播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的中文很好，当然他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知识也非常丰富。他来给那些人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儿，哪个发音应该怎么纠正，这当然对他们帮助很大。那是，这当然是很凑巧的一个事情，别的国家不可能这样了。连我们跟在美国这儿演，是我们自己人给他们解释发音、解释故事，对，那好像都不如他们那个好像那效果好。但是他们也很热情。对，这就我很好奇的，就是为什么，比方说你们跟这个我们美国本地的一些合唱团合作。他们为什么也愿意来唱这些我们民族性的这些曲目？
音乐是他们的想法，就是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是音乐是跨国界的。对，我觉真正得他们主要热爱音乐觉得好玩。的人，好玩。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他们真的是不计较，他们希望去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族裔的不同的音乐旋律、不同的音乐作品。特别是美国人，美国人本身自己在文化上，其实他们是有一定的自卑感的，因为他没有特别像欧洲一说起来，他们自己长时间的历史，对，他们唱的都是外国东西，他们唱意大利的，唱那个德国的，唱什么唱拉丁文的，唱什么甚至东南亚的什么，他们都唱，所以他们很习惯去唱外国的这些。这不一样的，美国合唱团是跟世界上其他合唱团都不一样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合唱团主要唱自己语言的东西，对，美国的合唱团主要是唱外国语言的东西，所以他们对于唱外国语言的东西一点都不排斥，很熟悉，很熟悉。而且他们在跟我们合作补贴的时候挺热情的，也还是蛮热情的。跟他合作多次了，这个乐团。我们跟圣后在这样一个乐团 Symphony 圣后在合作过几次，黄河大合唱，然后禹王治水、大风歌、补天，至少4次啊。这次又有一个黄河大合唱，对，80周年，我们70周年是一起合作的。在80周年不是我们主办，但是我们团是主要的参与合唱的人员。是，我们又是合作大概5次吧。哇，我们互相都认识呀。音乐是无国界，音乐是最容易人和人之间拉近关系和进行沟通、进行了解的这么一种世界的语言。对，所以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哎，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说讨论这些跟不同国家的合唱团合作，这些事情是一开始在你成立这个合唱团之初就觉得是这么一种情况，还是说这只是我们不断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发现，哎？他们也对我们这些曲目很感兴趣，那我们就合作。刚开始不是，刚开始这个合唱团，青羽合唱团怎么成立的呢？是当时有一个叫硅谷工程师协会，工程师出现了，哎，很多工程师。因为我们当时来的大部分都是工程师，我是工程师，他也是工程师，我们都是，你也是工程师，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头几乎硅谷你抓一个人来都有个工程师背景。我们工程师协会呢，当时那会长和副会长就找到了我说。说张大姐，你有很多关系。他说你呢，咱们一起成立一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可以让硅谷这些工程师互相了解，互相有一个接触，是吧？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丰富大家的这个文化娱乐。什么以歌会友，交朋友，什么这些都可以。为什么选择合唱团这个形式呢？因为人多嘛。要是别的东西啊，别的东西能聚集的人很少嘛。他这开始，我觉得啊，开始我并不是这个团员，但是我知道他们那个宗旨大体是社交和娱乐。对，就是希望大家 get together， 然后能够一块唱个歌，而且唱歌是比较容易的。你本身原来参加过合唱团吗？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只是很喜欢文化艺术啊，因为什么对话剧啊、歌剧啊、这个中国的京剧啊、戏曲啊，还有这个芭蕾舞啊。各种音乐都喜欢，但为什么选择了合唱团？就是因为合唱团可以有最多的人介入，最多的人参与，而且它相对也比较容易。就是你开口唱歌嘛，容易啊！你说的容易啊，我觉得可不容易了，这么多人要协调。对，因为你要唱京剧，那不那么容易，对吧？你要去搞音乐，那也不那么容易。拉小提琴，你没有几年，对，所以唱歌还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组织一个合唱团，但是刚组织了以后，这个会长呢就走了，就调到外州工作去了。然后这副会长就去生孩子去了，所以一切东西就都扔给我，所以我变成了一个创会的。那个时候刚开始 get together 还没有说马上是个团，然后后来就成立团，我就变成创团团长。那就一直开始我们就一直做过来。做了25年，我们去年11月15号有个25年的庆典，对，这个庆典呢就是我们做了25年了，我们把25年所经历的这个所走过的这些道路，而且我们也把新老团员全都召集在一起，进行了一个庆祝
那特别不容易。对这个那一开始的时候，像您也说也完全没有做过，那一开始怎么样组织呢？因为你得要了解合唱团它是做什么，对吧？怎么排练，就是慢慢学，就完全都是自学的，慢慢学会的。哎呦，硅谷的人不是都自学成才吗？都很多都是自学成才，我们就自己，主要是大家在一起，然后我们找专业的一个老师来给我们指挥。刚开始我们学唱了一些中国的那个古诗词歌曲，然后我们慢慢就又唱点民歌改编的歌曲，唱到后来，我们有一个指挥，他是原来上海乐团的合唱团的男高音的声部长，同时又是他们艺术小组的负责人，他就说：“哎，我们应该以后唱我们自己的歌。”对，哎，就从这个唱我们自己的歌开始，就找到了他。没有找到我，没有找到我。我那个时候呢，甚至不是合唱团团员，但你肯定知道。但是我是为什么呢？那个合唱团那个老的指挥来给合唱团做演讲和这个指导的时候，他觉得底下人太少。男的太少，他就把我叫去了。他说：“你给我凑个人场，坐在下边。”那我就只好坐在下边了。这个老婆命令我，只好去了。那这个我为什么后来留下来呢？很大原因是因为那个指挥吧，他这个说话的时候啊，这个新鲜的名词比较多。什么和声啊、肢体啊，什么反正说一些这个我以前不懂的词儿。那么我一听这些词儿呢，我就感兴趣了。我说这个事情居然这个还有人满口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嘛，我就查一查嘛。所以我就为了继续了解这东西，我就在这儿多做了一段时间。碰巧就听见这个指挥说这个话，那我就有一次从公司下班回家的时候，被堵在这101上。那在101上很无聊的时候，就脑子里就想起这个指挥的话，我就写了一点歌词，就是说唱自己的歌。那回来之后其实放下了，也没有再继续想怎么找人作曲啊什么之类的。那凑巧这时候阿唐就是一个我们很好的朋友，当时也不是朋友了，这是第一次见面，他到湾区来这个访问。事先我们在音乐论坛上是有过交流了，但是他到这儿之后呢，他既然我们在音乐论坛上这个有过交流，我们就请他吃顿饭嘛。吃饭的过程中呢，他突然提起了说：“你是不是写了一组歌曲啊？”他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我估计可能谈话中的误会，因为他呢说话偏广东味儿，当然是普通话偏广东味儿。我们说这话呢，反正聊天的过程中，也不怎么就是聊到这儿了。那我说是啊，他说你拿来让我看一看。我送给他呢，他就做了我们的第一首作曲，叫《海外游子吟》。海外游子吟，那就是讲我们这些海外游子，讲我们这些人到了美国150年，从修铁路到做车衣厂，到这个开餐馆，到做最后工程师、研究人员、开公司，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都是就讲的这些事情，对。里头有什么追寻中国魂呐、就是还有打工族，我们刚开始都是打工族，对，拿着锅碗瓢盆，也就这餐馆的人，对不对？然后那个车衣厂的人，然后最后工程师，然后当然也有做别的研究 research 的这些人，对，所有这些人表现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最主要的是一个思乡的这种情绪和在异地他乡艰苦奋斗的。因为中国人的这种勤劳勇敢的品质，异地他乡艰苦奋斗的这样一个过程，到哪都有。对，而修铁路嘛，那你想那多艰苦啊！当时的华工，而且当时的排华法案不允许华人在这个，从那时候开始的。对，所有经历的苦难和甜酸苦辣吧都有，就在他那些作品里表现出来。当时演出以后呢。台下台上都是流眼泪的，这是他主要感动的是赞美华人，对，听众也主要是对。我觉得赞美华人这个群体其实非常特别，就是他当然咱都是中国人，对吧？都有很多中国文化的背景，但是你一旦异国他乡以后，你融入当地的生活，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些只有在地的人才能理解的一些情境，对和这种情感。对，你像比方说排华法案，你在中国人，你听上去就是个名词，对你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如果你在美国，你亲身经历了这个事情，这事情对你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
我觉得这个脉络下来，对于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来说，都是很能感同身受的这么一个情感在这里面。对，这个那个作曲家呢，他实际上也是大陆到的台湾，他也不是先到的台湾，他先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在美国生活很长时间。后来呢，他在美国生活很多时间，念过书，打过工，这个学过音乐。有了不少成就之后呢，他就去了台湾，有个学校给了他一个给了他一个工作，他就在台湾的生活下去了。他是这么一个作曲家，所以他呢对这套东西呢相当熟悉，所以写的感同身受，很动情。而且他还在中国和台湾和美国都有都在长时间的生活。对，这是后来我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他是我们给我们这个团做出非常多的贡献。对，他就后来我们这个海外游子音就回国巡演，回国5场，4省市5场。我们在北京、广州。武汉和那个杭州4个城市的5场演出，大概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后来你再想想，第2部作品就是他。我写的这些东西只有1部作品是我自己，就是某种程度上是想写一写的，就是第2部，就是《与王治水》。那我就我写了之后呢。这个找了鲍延凯给我们做的曲，那凑巧呢是这样，这个鲍延凯为什么很热情的接着这个活呢？他是因为，鲍延凯很有名，大禹是姓4，大禹是鲍延凯那时候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这个创作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他这个大禹啊是姓4，女字边一个乙字是吧？那么这个鲍家呢？鲍家实际上是鲍是个氏，它并不是姓，它这个不氏呢是这个4下的一个姓，所以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大禹是他们祖先了。是这样，这个有这个关系哈，有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作品他当然做的也很认真，很这个尽了很大的力。那这个作品演出了，我们开始在美国。演了一次钢琴版，对吧？对。然后随即就回国，在国家大剧院跟中央歌剧院。一上来就这么大的场合。对，他是这样。我们第一次演这个《海外游子吟》的时候，是在那时候国家大剧院还没有，我们是在这个北京音乐厅演的。那北京音乐厅隔了大概1公里不到之外，就是国家大剧院那个工地。当时呢正在建筑国家大剧院，那他就在夜幕中啊，我们唱完了之后，在夜幕中等车的时候，就指着那边的灯火通明工地说：“我们下一次在那儿。”结果没想到还真这话就是开玩笑的话，居然就成真了。我们第2次确实在那儿国家大剧院，然后还一个第2场是厦门一个音乐厅，然后跨越海峡到了。台北1场，台中1场。我们在台北是跟连战夫人连芳宇的合唱团同台，对。然后呢，在台中也是这2场都也受到了台湾的合唱团和台湾的交响乐团的大力支持。那个时候是马英九刚上台，这是两岸的关系挺好，还可以。那是蜜月期，我们那个团还没有到台湾的，台湾的那叫文建会啊。他们的相当于大陆这个文化部那个东西叫文建会，对，文建会在他们官网的首页发了消息，对作品评价。中央日报好像也发了是吧？中央日报反正是在台湾各个媒体都发消息，评价相当不错。我们演出的时候呢，台下坐的你这个年岁可能不知道了，就是台湾的一些这个马英九有明确的命令，就是各部部长一律不准参加，不准参加啊，对，不准参加。副部长可以。然后呢？他是因为他毕竟就是怕人家觉得他通共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事实上所有的副部长到场啊。然后这个当时他们的台湾的林安港全都在，郝柏村、林安港什么这些就是这个政界大佬，他们已经退下来了嘛，所以他们全部到场。所以他们全部到场，那这个就是台湾的听众和台湾的这种艺术家呢，对这个作品的评价非常之高。鲍延凯在台湾呢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对，非常有名。
台湾这个自己没有什么特别漂亮的管弦乐作品，这个就是水平问题嘛。那么当时他们在若干年前，在那之前的若干年，他们曾经举行过一次就是研讨会，研讨营啊，从大陆请了几个作曲家，包括黄阳伦，包括鲍元凯，那么他们在那儿呢，就是讲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在台湾，这个鲍元凯和黄阳伦在台湾都挺有一些名气，所以他们演的这个鲍元凯的作品呢，非常认真。当时那个郝柏村说演完以后特别感触特别深，他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对吧？对，给予特别高的评价。哇，那我们也当然挺高兴，我们觉得如果通过，主要是禹王治水，一个是讲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那是4000年以前，是黄河泛滥，对不对？他率领民众去做，那他自己身体力行啊，他的指甲全部都没磨掉，他的颈毛也全部被磨掉，那是什么？就是一个都是荆条边的筐或者一些木屐，没有什么铁器。你想想，他能这么去挖，这么去引水，他是在他父亲那个堵水的这个失败之后，他去用疏导的方法去治理这个河。他干了13年呐，谁这么坚持啊？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有了孩子也没有看，也不去看，这样的一种，我认为实际上是治水英雄了，应该说是民族英雄了。他所表达的这种精神是这种坚韧不拔，是吧？团结一致，坚韧不拔，去这个顺应自然而去治理国家，治理水患。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儿。同时呢，他也是治好了这个水患。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是统一啊，民族团结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堵的话，那下游就没水了。上游呢，水患也不被解除。你只有研究了自然，适应了自然，你去疏导上下游沟通，是吧？立了9州，就是说把这个国家能够团结起来。这也是一种什么呢？也是一种统一的思想啊。所以我们去台湾去演，也是讲这个事情。对，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它这个它的起点吧，重要起点就是禹王治水，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实际上古人评论大禹的功劳的呢，是说平水土立9州。对，那把这个当时的中原地区呢划为这个9州，这个使他们在这个统一的号令之下，这个事情是中国后来这个特殊文明形态的一个起点。对，所以大禹呢不光是治水，它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那这也是就使我特别想来介绍这样一个故事的原因。禹王治水的最后的接续曲呢，是一个叫做滋滋的合唱，在那个合唱里呢，就是表现这种思考，这也是一种合唱的比较少见的样式吧。那是一种相当就是对于文明形态、文明前途是这样的一个思考。那这个当然，那个思考本身并没有给出任何结论，都是用提问的方式来来希望能引起这个观众的思考。观众的思考代表了我个人的思考，当然也希望引起观众的思考。这个禹王治水呢，它表现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之外，还表现了一种就是对于人类整个文明走向的一种重大的影响，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个之所以让我们感到很重要，所以大家唱的热情也很高。对，大家都很有这个作品，事实上是我们演出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大禹治水。我们自己呢，在这个第一次巡演的时候，在北京、在厦门、在台中和台北和台中演了这么4场，是吧？是4场对吧？4场啊。然后呢，我们又应邀到这个北京合唱节的时候，我们应邀到合唱节上展演了一场。然后呢，这个事实上呢，很多就国内的一些业余团呢，他们也演过
那个他们自己的钢琴版本。对，那么长春吉林好像演过一次，吉林演过那个，然后那个浙江演过，浙江对不是浙江，是福建那个黄飞他们演过。黄飞他们演过福建的厦门大学合唱团演和交响乐团，还有几个什么县的那小孩什么之类的，他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师范学院一起演的，不是，那跟咱们一起演的，然后他后来自己也演了呀。对，然后那个俄罗斯有一个不是原来俄联盟的一个叫什么摩什么什么的一个摩尔多瓦演过，摩尔多瓦演过。然后这咱们的中央乐团。不是说国交啊，国交演过，国交演过，国交那时候从文化部拿了一笔特殊资金100多万，从这个在全国就是招那个独唱演员，当时是廖昌永、张荫锡、吴碧霞、杨光这4个人做领唱，这样一场在国家大剧院，对。我们去看了，他们邀请我们2个人去，但是我们合唱团并没有去，但是他们国交合唱团和国交交响乐团，他们哇，那这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这个作品影响比较大，就是国内国外，这个大陆台湾，甚至今年他们专业的业余的都演过若干次。这个当然也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包元凯的作品确实也很好，包元凯也有名，比较有名气。但是你看哈，就是当然包元凯很有名气，但是他肯定有创作过很多的作品，对吧？而且我总感觉这种弘扬民族文化、这种叙事的这种民族情感的，或者是这种类型民族比较独特性的作品，为什么？我们在硅谷反而把这个作品做得这么好，就好像刚才说的对吧？然后台湾说，哎，我们好像也没有这个能力做出这样的作品。那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些合唱团，他们有没有创作出类似的他这个不一样这样的作品？就是为什么您觉得在硅谷反而能够把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好，而且能够传播到这个回大陆和世界各地？因为硅谷是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儿来 learn 这个，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学这个东西。硅谷真的是很有创造精神，我们也感觉到艺术，真正的艺术是必须创新的。对，你老唱口水歌，你唱口水歌永远是人家的第1000几、第10000几，你唱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们就总感觉的是吧？要有自己的东西。对，这种硅谷的这种创新精神，也影响了我们，不但是影响了很多人去创造新的公司、创造新的产品、创造新的技术，但是也对于我们来说，影响了我们这合唱团去创作新的作品、独立的作品。而且我们到了美国，我们看到很多。中国没有什么特别大型的作品，它可能有的就是长征组，传统有一些黄河大合唱，传统的非常传统的曲目，长征组歌就这2个，但是长征组歌在意识形态上，在国外人家也不容易接受，对吧？所以只有黄河大合唱，然后还有一个作品长恨歌，但是确实就是寥寥无几。可是你说外国有多少弥赛亚，有多少这个？布兰诗歌也有很多很多清唱剧的东西，那么这也使得我们觉得我们如何填补这个空缺，就是清唱剧，就是讲故事讲得比较完整，你不是一首歌5分钟可以讲的，对吧？你也不是一个什么东西用个10分钟讲，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完整的故事，比较完整的故事，相对我们来试试这件事儿。你想，我们《禹王治水》是55分钟，我们的补天是105分钟，我们的大风歌是90分钟。对，没有大风歌是105分钟，大风歌是90分钟，1个半小时。90分钟啊，1个半小时，105分钟是补天。55分钟，那是55分钟。补天是55分钟。那禹王治水呢？禹王治水是也50分钟。大概这就是比较长吧。是的，去讲中国的故事，讲中国的英雄啊、神话呀、寓言呐，中国的重要的关节点，历史上的关节点，
所以这是我们所想的，想补缺，一补缺就变成变成干了20年将近。他这个《禹王治水》这个作品呢，确实比较独特，我自己觉得，确实很独特。这个在题材上什么的很独特，但是这个独特性呢，首先它不是来源于创作者的就是创新的这种期望，或者是自己发现的一个新的招。它是因为什么能做这种东西呢？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人到了国外，呢，他才发现呢。以前觉得普通的事情到了国外之后，发现实际上很不普通啊。就是中国文明呢，有些很特殊的地方，这个是其他文明所没有的。补天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这是当时不是补天那个禹王治水，当然合补天。这两个呢，就是代表了一种中国文明跟西洋文明跟其他民族文明很不一样的东西。你如果去看这个各国的神话和历史可看的不多，因为没有人像中国人这么早就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对吧？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看神话，神话可以看作是某种历史的一种反应，对，是吧？那么这个我们看各国的历史呢，你比如说看希伯来的这个神话，希伯来神话就是圣经了。你比如说看这个希腊的神话。是吧？希腊神话就有什么荷马史诗等等的。对。那么，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比较老的文明都有过一次大洪水。大洪水是一种普遍的事情，世界各国都有大洪水。可是这个大洪水呢，最后结局都不一样的。只有中国这么一个文明，它的洪水居然是被人给治了。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这个事情本身，诺亚方舟是造了一个舟跑了。在里头待着，对，在他那个是呢，都是靠神力，或者靠愣忍。你比方说中国也有少数民族你比方说这个洪水来了是藏在葫芦里是吧？藏在葫芦里，或者洪水退了之后躲过洪水，或者像诺亚这样受到启示，这个几个人呢事先做了什么逃生，是吧？你看这希腊神话跟这类似。那这个美洲也有这样类似的神话，印度有类似的神话，他们的这个洪水的最后为什么人类会在洪水之后这个 survive 下来，就是这个居然是躲过了这洪水灾难，他们都是躲过去了，对，或者是靠神力这个过去了。那中国人呢，居然是人把它治了，这是一个文明中独特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中国文明跟其他文明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跟补天也类似。这个世界上呢，各种文明中呢，都从来没有天塌了这样的。这个中国人这个天呢，不但会塌，而且呢，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实际上各国在早先这个盖天的这种概念，就是地是一个平的，上面一个盖子是天。这个中国古代的盖天说嘛。中国古代还有这个浑天说和宣业说，但是看外国的这个古代文明呢，大部分他们对于他们的宇宙论呢，一开始跟中国的最古的盖天论是一样，盖天说是一样的，都是天是一个盖子。但是呢，这也是你看，这是文明共同的地方。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事情。我们站大地上发现这个天是盖在上面，对吧？这是很直观的。所以各个文明呢，大概在这个最初对于这个天和地的关系的时候，都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呢，在中国这后边就有点不同了。中国这天呢会塌的，它会塌的，它是这个塌了之后呢，居然还能补上。这事情也是文明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像大禹治水、女娲补天这种事情呢，它含着这种文明的一种特殊的基因密码，就是中华民族为什么跟其他民族不一样？这里边呢是就跟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刚才说过禹王立九州，立九州呢，实际上这个概念呢，就是开始了中国人走向大一统的这个开了一个局开端。他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中国为什么会大一统？这是跟灌溉文化很有灌溉文明
灌溉农业很有关系的。中国的农业呢，并不是像很多国家那样风调雨顺，也不是像别的地方，你比如像希腊这种地方，它根本这个无水可治，它就只能栽一些什么橄榄树那么凑合活。这个橄榄树和葡萄，人家还有葡萄酒，他们也种麦子嘛，他们种麦子，他们那儿也这个也没有什么水的问题，没有什么大江大河，它也没什么水。这个有的地方呢风调雨顺的也不需要治理。那像这个像埃及的这个尼罗河流域啊，我就是听天由命，反正是发一次水，我土地肥沃一点，然后1年不收，它2年收成好，反正这样的。那中国这个农业呢，一开始呢就是灌溉农业，那灌溉农业就有治水的问题。是吧？你有治水的问题呢，就有一个需要统一的领导、统一的布局。对，所以呢，这就埋下了中国走向大一统这样国家形式的一个根儿，一个缘由。那从禹王治水呢，一开始立九州，平水土立九州呢，就显现出了中华文明有些特质。那么特质呢，影响至今，这是4000年。这个是，所以我们这个，你比方说禹王治水、补天这个东西，它实际上里边是谈的是中华文明从这个文明基因上讲就有点不一样。对，这个东西不是作者刻意求新的结果，是这个东西本来跟别的文明比起来就不一样。对，然后我们的女娲补天。也是他写的，他是写的是，也是这是个神话了，是跟别的国家的神话不一样，对吧？然后他是天塌了，共工和祝融打，对，柱子给撞倒了，天塌了。然后呢，女娲，我们他这里头有很多就是说，凤之歌、龙之歌，然后最后枭鼠之歌，然后最后到。人之歌，人来帮助女娲一起补天，这是编了，这是编了，神话中并没有这一条，没有这个，这个练五色石，这个神话中有吗？这有，当然有了，对吧？所以他就用5种不同的颜色去，等于是讴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同的5种品质，对吧？善良、有勤劳，忠诚。还有这个坚韧，还有一个什么？我反正是这个坚毅，然后还有不是第一个说的是仁厚，对仁厚坚毅，仁厚刚毅，然后是这个勤劳、忠诚、善良，对，这个是对，这个女娲补天有点不一样，这个东西呢是怎么说呢？引申的东西比较多。它是一个纯粹的神话嘛。这个神话里呢，我们聊的时候呢，把跟中国的另外一个传统连在一起。中国这个国家呢是个很奇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古来讲以德治国，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经常是这个把这个就是从宋代以后吧，甚至从汉代开始，这个中国的统治阶级。他的下边的这些文人啊，这个知识分子啊，都是强调这种道德观、道德概念，在这个国家治理上，在处理人和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独特的东西。是。那世界各国呢，我们经常讲法治，是不是？这个法治这个概念呢，虽然中国有法家。但是真正的这个法治这个概念啊，这个近代的法治概念，实际上不是法家流传下来的，是从西洋进来的。对。那么中国呢，这个强调这个道德观念，正确的道德观念，这个讲究这个由道德生发出的这个人和人之间必须行为守则，这些东西在中国是一件很独特的东西。那么这个讲这女娲治水的时候呢，就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女娲补天，女娲补天的时候，女娲补天什么治水？把女娲补天的时候，把这个观念呢，掺杂进去了。这个事情呢，不能认为是胡编，它毕竟有这个中国文明的根据，中国文明历史根据。所以它这个是这一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这个真的是跟我一点自主创作的这个关系都没有。你刚才就创作了很多，他愣逼，就是逼着我
一定要再写一个，我就没办法了，只好又来了一个。对，女娲补天还有一个就是说最后那个歌，最后那个结，尾声，主要当时也是因为就是号召这个反腐嘛，我们就是说人要有天道是吧？要守住女娲为我们补上的天，要行天道，行人对，就要遵守一定的这个行为准则，人的这个道德观念要有。就是有点这个方面，就是把这个里边就解释，把这实际上也不是我的解释，是这个汉朝的一个有名的董仲舒的话啊，就是吧，是个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是吧？那么古人讲的天和道，实际上是道呢，是指的比较小的东西。就是说，人应该遵守这种道德准则。那么天呢，实际上呢，指的是这个人的这个最深层的价值观。那么所谓深层价值观，无非就是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叫高，什么叫这个低，什么叫贵，什么叫贱，就是这样一种准则。那么当然你这个道之大者就叫做天，是不是？实际上这个道之大源出于天呢，实际上是道之大者就是天。那这里边呢，就是也顺便讨论了一下，就是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观念跟他的深层价值观的关系。为什么讲这样一件事情呢？是因为呢，中国近100多年来吧，由于随着这个宗法制度的这个毁灭，随着自然经济的这个破产，这个中国人呢，实际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下，是的，政治制度不一样了，经济制度也不一样了，社会的形态也这个社会形态一变呢，那人呢在价值观上容易出现混乱，容易出现就是相当长时间就是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好像失去了，是，但是这个历史上呢，这事情其实并不少见，就是在各个民族经历过这种事情，需要这个价值观的重整，这个道德的这个重新建立。实际上，这个社会呢固然可以由法治来统治，但是呢，你要想这个社会是一个良性的社会、好的社会，这个有这个足够的后劲儿的社会，你必须得建立这种相对一致的道德观念，对，这个特别是价值观。那么这个东西呢，就不由自主的写进去了，并不是事先的计划。聊着天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觉得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是啊。我跟你讲啊，这个老外啊就讲法决定一切，我不要求你人怎么善，先假定你人是恶的，咱们想办法把你们治住。这事情呢，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是呢，这个人的善的一面呢，还是应该把它这个强调出来，把它这个什么这个做好这种事情。我觉得得有一个基础，就是说法是在哪儿，但是你不能把法作为基础，对，那个基础就太低了。对，道德你可以作为基础，而且统一的价值观，大家对一些事情的认知看法，对，要人一致，这才能和谐，这国家才能和谐，不然的话就是总是这个那个，大家互相对着干。对，这个反正这几个作品呢，刚才介绍了这还有一个大风歌，大风歌是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个东西。它是最大的，很累，那个很累，那里边人物就是14个之多，这个然后呢，这个乐队很大，这个故事很长。最接近歌剧的一个，最接近歌剧清唱剧。那个呢，音乐呢也是这个在老美子演出的时候吧，我们跟美国人合作演出的时候呢，也是一开始就获得了最高理解的一个。他也演的，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没有跟他们的合唱团合作嘛。独唱演员都是我们从国内请的嘛，是。那他们这个演的时候，我就奇怪，他们这个情绪演的这个味儿都演得很对，怎么回事呢？那我是抽烟的，这样他们的乐手有几个抽烟的，我们就下来抽烟时聊天。
我说这你知道这里说的什么故事吗？他说你这就是跟罗密欧朱丽叶一样嘛。哎呦，因为前面有一小段这个刘邦这个跟着吕雉啊怎么回事是这样一件事情，闯婚宴就是这个有这么一段故事。总而言之，他们对这整个的这个作品的情绪呢，理解里边表现东西呢，他们很喜欢那个旋律，偏歪的，他们主要特别喜欢旋律。这个实际上啊，这个近代的这个西洋音乐作品呢，主要有一个很强的倾向，就走向无调性。但是真正的乐手啊，人家还是喜欢这旋律的作品，充满了流畅旋律的作品，它实际上还是这样。那他们对这个作品的这个不断出现的优美旋律呢，他们非常感兴趣。我们这个作品应该是以旋律取胜的，因为这个陈乐昌这个老师，他是曾经在天津当时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在天津京剧院给人家做过很多事情。然后他后来又学西洋音乐，所以他呢有比较深厚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个民歌旋律，还有戏曲旋律，还有曲艺旋律，他知道这个作品里头混合了很多河北梆子，这个陕西秦腔，然后河南豫剧。然后甚至天津石调是吧？都放进来了，都放在里面，所以它的旋律非常丰富，甚至一首歌里头有不同的旋律。所以呢，这个旋律与旋律取胜的是我们这部作品。那这部作品也最长，这部作品是100几十分钟，105分钟，105分钟。90分钟吧，没有105分钟，特别长，所以1个半小时。我们在2024年去回国和深圳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当时的指挥林大业，他是非常有名的现在的一个指挥家，他指挥的，然后在深圳和广州2个城市演了2场，也是受到了很。第一次回国巡演是。第一次回国巡演是2012年，是在国家大剧院第1场，第2场是天津大剧院，第3场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我们演了3场，这次呢是演了2场，那么也受到不管哪场都受到热烈欢迎。对，不过这演的最好的还是最后这2场。对，是林大业指挥的，因为林指挥现在中国的比较年轻的中年的。指挥家是北有李新草，南有林大业。林大业算南方这个几个若干个交响乐团是最好的一个就指挥，所以他呢功力很好，他是德国培养出来的，他是特别是对于这个作品的处理和理解，他真的特别棒。他第1场是用指挥棒，第2场整个是手，他那手就跟跳舞似的，你就看他那手就跟那在台上舞蹈。然后挥出来的东西就特别有内涵，特别的动情，特别丰富。对，所以是这样，在这个实际上就是独唱演员，这个我们演各场都是请的最好的，是吧？这个没问题。乐队呢，但是乐队很不一样。我们开始的国内巡演的时候是跟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他们的合唱团的人功力是有，但是呢，对作品的理解呢。还是差这一筹。他们的乐团呢，跟深圳交响乐团完全不能比了。没有深圳交响乐团那是差。但是不要不能外边说，这外边不能说，这外边不能说，他们也很棒，他们也很棒，他们也很棒。但是这样，这个话说回来了，这个一个是交响乐团，一个是歌剧院的乐团，还是不一样。这个本来就应该有差距嘛。是。你要是没差距，那人交响乐团不气死了？这个，然后我们在深圳呢，跟我们合作的那个合唱团。特别棒，是深圳歌剧舞剧院合唱团专业，全部专业。他们那个指挥呢，是从美国回去的一个华人指挥，他是伊斯曼出来的，那伊斯曼是美国的最好的音乐学院嘛，所以他是非常棒，而且他们那个队员，他们那个合唱团员特别年轻，那个年轻到这个。就是他们能力都特别强，都是20-30岁啊，关键是这样。
深圳给的薪水啊比别人高得多。所以他们呢，原因在这儿啊，网络精英，网络各方面的精英。是，所以他那我们这儿排练呢，对不对啊？排练过程中，那些就不断的有合唱队员过来找我，他们就说让我听一听，我还以为他们听听他们合唱，我说我这哪懂啊？他不是，听他们独唱，他们就把全剧里边的他这个声音可以唱的拉出来，或独唱啊什么之类的，从头到尾给你唱一遍。这我好几回这样，就是说这说明他们能力真的强。再一个，他们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他们非常喜欢，他们居然就是说是自己就是作为一个合唱队员，他把这个作品中的独唱段落那么多独唱段落他全都会。哎呦，也没人教他嘛，而且都唱的挺棒的，我当时觉得，所以他们实际上能力很强，指挥的就是排练指挥的能力，合唱排练指挥能力也特别强，然后这个乐队指挥能力当然也非常好，所以那2次演出呢，演出的非常成功啊。他们的因为这个剧里有13个角色，对吧？14个角色。那他们我们当然这个最主要的4个角色，我们都请的是very professional 的非常强的独唱的和歌剧演员。那么这剩下的这个9个角色吧，8、9个角色，就全部是他们歌剧舞剧院的独唱演员和合唱演员，他们都是专业的，他们就是合唱团里的这些人也都是全部专业院校毕业的，有很多是国外学习完回来的。对，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特别认真。每个人都特别认真，都反复练习。他们真是反复练习，所以他们的就是配角演员也都非常强。所以你看，你们创作这些剧，回去不管在国外演出、国内演出，都是顶级的资源可以给到你们一起来配合演出。我觉得这事情本身就非常不容易。我们自己找啊。对这个啊，但他们也得愿意啊。是啊，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本子作曲家音乐过关，人家就看音乐嘛。我这次上那个维也纳金色大厅，要上维也纳金色大厅。